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离奇失踪的事情，比如某个男孩前往附近街道的零食店后就突然离奇失踪，某个背包客进山后就再也没回来。这些事情在案发当时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谜团，直到若干年后真相被揭开，而找到真相的钥匙往往是生活中很不起眼的物件，例如一把梳子或者一个钥匙扣等等。今天这起案件关键就在于湖底的一件夹克，就是它让沉浮17年的悬案真相浮出水面。我们先把镜头切到2001年6月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，在当地一栋房子里的桌子上静静放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主人公是个身穿西装的年轻男子，无论是谁看到这张照片，总会感受到男子如清风般的宁静，那双深邃的眼神写满了人生的故事，搭配淡淡的笑容，你会觉得他似乎终于迎来他人生的曙光。事实的确如此，照片的主人公名为迈克尔·威廉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是一名大巴司机，母亲则是超市员工，家里还有个哥哥，日子过得非常清贫。所以威廉从小便非常懂事，在保证学习成绩不掉队的情况下，总是抽出时间做兼职补贴家用。在社会熔炉的历练下，威廉比同龄人成熟很多，经常担任班级管理工作，在同学中备受好评。1995年毕业后，威廉顺利成为年薪20万美元的资产评估师，一举改变了窘迫的家境。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，转眼之间留下的只有威廉的失踪谜团，以及坐在轮椅上暗自忧伤的母亲谢丽尔。他那苍老的右手抚摸儿子照片后，便把轮椅滑向桌子旁继续写信，这已经是他写的第204封信了。然而就在威廉母亲写到一半时，家里门铃突然响起，他以为是大儿子忘记带钥匙了，可推门后发现眼前站的是2个警察。威廉母亲错愕数秒，那一刻他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恐慌，难道警方终于找到他失踪多年的儿子了吗？威廉母亲努力伸长僵硬的脖子往外瞅了瞅，却发现警员后面并无他人，上一刻突然亮起的双眼又回归暗淡，甚至夹杂了几分害怕。察觉到威廉母亲情绪的变化后，门口的警员蹲下身子，把手放在他冰冷的手背上，慢慢地告诉他，有个钓鱼的人在湖底发现了一件狩猎夹克，夹克上方的口袋里有一张写着他儿子名字的狩猎许可证。接到报警后，他们派人在湖底打捞出一双水鞋和一个手电筒。经过鉴定后，这些物件的主人正是他失踪多年的儿子迈克尔·威廉。凭借这件夹克，警方收回之前认为他儿子是意外坠湖遭遇鳄鱼撕咬去世的判断，他们决定重启案件的调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威廉母亲激动万分，她举起双手捂住脸颊痛哭，一定是上帝显灵，不忍心继续看到我写的第204封信石沉大海，上帝终于安排我和儿子相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何威廉会突然失踪呢？警方又为何会因为一件夹克重启案件调查呢？这一切还得从威廉和妻子的第6个结婚纪念日说起。威廉的妻子名叫丹尼斯，两人自从高中就已经互相认识。1994年，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并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出于对家人的爱，威廉告诉妻子，让她在家安心照顾孩子和老人，这样他才能安心在外努力工作。在2002年12月16日，也就是他们结婚6周年时，威廉告诉妻子自己想外出狩猎，亲自给结婚纪念日的烛光晚餐加菜。可自从当天早上离家后，威廉就再也没回来，他的消息永远停滞在了第6个结婚纪念日。警方接到报警后，迅速排查了威廉狩猎的地方，并走访了周边邻居，但都没发现威廉的踪迹。几番排查后，警方终于在塞米诺尔湖找到了威廉的船只和猎枪，但还是找不到威廉。根据威廉妻子丹尼斯的说法，当天早上丈夫很早就出发了，然后就没有任何消息。她询问丈夫朋友是否曾一起外出狩猎，但都被否认了。威廉的母亲不相信儿子会意外坠湖，因为威廉从小就跟随他父亲外出狩猎，水性很好，非常懂得如何保护自己，况且警方连尸体都找不到，所以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儿子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根据资料，塞米诺尔湖在被建成湖泊之前，曾是一个被人戏称为树桩场的果园。
因为在引入河流之前，果园残存有许多树桩，它们高度不尽相同，有的在水面之下，有的长到水面之上。在这里驾驶船只必须慎之又慎，否则很容易因为船只碰到树桩发生意外。此前警方也多次接到类似的求助，所以警方认为威廉应该是驾驶渔船快速前进时撞上了水底的树桩，导致自己翻到湖中。正值冬季的冰冷湖水让威廉很快失去知觉，然后遭遇鳄鱼，尸体被鳄鱼瓜分殆尽，这才导致搜救队怎么找也找不到威廉尸体。况且此前就有很多人在这个湖泊意外身亡。搜寻无果后，警方决定等待数天，待威廉尸体浮尸水面后，答案就自见分晓。可从案发的12月到次年2月都没有尸体或者残骸浮于水面，无奈之下，警方只能以溺水身亡结案。可威廉母亲坚决不同意结案，他认为儿子肯定不是溺水身亡，并且不断写信给当地警方和州政府，要求重启案件调查。可当局表示，除非有新证据能证明威廉不是因溺水后遭遇鳄鱼致死，否则他们无法重启案件调查。可威廉母亲哪里肯放弃，于是从警方宣布结案后，他就每天写信给警方。不堪其扰的警方在收到信件后，直接将其存入威廉的卷宗档案。直到2001年6月，有人在湖底发现了威廉的夹克以及他的狩猎许可证，这才让案件重启调查。因为如果事情真如警方所想的，威廉是在意外坠湖后被鳄鱼撕咬身亡，那他的夹克以及水鞋肯定会留下鳄鱼的撕咬痕迹，但打捞上来的夹克却完好无损，这说明威廉大概率没有坠湖。起初警方怀疑是威廉母亲故意将夹克丢到湖中，以此让警方重启案件调查。但通过对夹克外表藻类植物的鉴定，发现它的确在案发时就已经泡在水中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，威廉的渔船被打捞上来时，油箱里的油还是满的。如果威廉是意外坠落，那他肯定无法关闭渔船发动机，这样一来，船只燃料肯定会减少或耗尽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最后还有一项事实能证明威廉的失踪很可能不是出自意外。威廉失踪时正值冬季，湖水最高温度只有13度，到了晚上甚至会结冰。鳄鱼根本不可能主动出来觅食，撕咬威廉身体。如此说来，当天威廉身上肯定发生了其他事情，那会是什么事情呢？就在调查该案的警员陷入死胡同时，威廉妻子丹尼斯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在当年警方宣布结案后，丹尼斯签字确认了警方意外身亡的调查结论，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，一次性得到了150万美元赔偿金。不用说，在当时，就算是今天，150万美元也不是个小数目。在丈夫去世5年后，丹尼斯和丈夫威廉生前最好的朋友布莱恩成婚，并继续住在此前和威廉共同购置的房子里。正常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痛失配偶，在经历撕心裂肺的痛苦后，他们一般都会选择离开当地，避免触景伤情。于是警方又再次将其带回警局问话，但依旧一无所获。所以威廉失踪案这一页又被翻上。直到6年后的2007年，威廉的哥哥在整理家中物品时，在一张照片上发现弟弟曾拥有一把手枪，这把手枪正是爱好狩猎的父亲传给弟弟的。出于对弟弟的思念，威廉哥哥希望弟弟的前妻丹尼斯能够归还这个遗物，可丹尼斯直接否认他有这把手枪。威廉哥哥对此深表怀疑，因为那把手枪对威廉一家来说意义重大。父亲在世时经常带着这把手枪和他们兄弟俩一起外出打猎，当时两兄弟还为这把手枪吵过几天架，弟弟对他更是爱如珍宝，每当有空时就会拿出来擦拭一番，所以弟弟的遗物中怎么可能没有这把手枪？看到威廉哥哥数次纠缠自己妻子，丈夫布莱恩原本一言不发，直到一次将威廉哥哥直接按在墙上，告诉他也许威廉失踪当天带着这把手枪外出打猎。至此，唯一的线索又断了。又过了5年，也就是威廉失踪后的12年，威廉的前任妻子丹尼斯向警方报警，称她的现任丈夫布莱恩存在严重暴力倾向，丈夫甚至打算用枪射杀自己然后自杀，所以希望能将布莱恩抓进监狱。可单凭丹尼斯的一面之词，警方根本无法将她丈夫逮捕，顶多只能把她拉到警局喝杯茶吃几天饭。在纠结了10几分钟后，丹尼斯向警方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
她告诉警方，是布莱恩杀害了自己的前任丈夫威廉。布莱恩想枪杀自己的真正原因，并不完全是因为暴力倾向，而是因为丈夫怕离婚后自己向警方告密。当丹尼斯平静的话语结束后，审问他的警员错愕了几秒钟，然后立即出警将布莱恩带回警局。审讯中，布莱恩承认自己当年与好友威廉妻子丹尼斯互相出轨，可丹尼斯知道深爱自己的威廉不会轻易同意离婚，所以两人便在威廉外出狩猎时合谋将其杀害，并且在动手前的几个月还给威廉购买了一份价值150万美元的保险。布莱恩交代，案发当天，他引诱威廉到湖边射杀鸭子，在威廉用枪瞄准猎物时，布莱恩用力推了他一把，但威廉抓住了一个树桩。慌乱之中，布莱恩朝威廉脑袋开了一枪。开枪后，布莱恩知道绝对不能让警方找到威廉的尸体，但为了伪造意外坠湖事故，他把布莱恩的水鞋和夹克扔进湖中，然后把尸体埋到他住所8公里外的加德纳路。在经过80个小时的挖掘后，警方终于在一堆泥土中找到一具尸体和部分衣物。法医鉴定后，判定尸体 DNA 和威廉母亲谢丽尔的 DNA 相匹配。至此，历经17年的悬案终于告破。谢丽尔为寻找失踪儿子写了203封信件后，终于感动上帝，找到了儿子威廉。只可惜威廉已经死在歹毒的妻子手下。最终法庭宣布布莱恩1级谋杀罪名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。丹尼斯则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，并即刻执行。话音刚落，一声响亮的法锤敲击声响起。威廉母亲等待这个声音，足足写了200多封信，等了17年之久。只可惜他更想等的人却永远无法出现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个澳大利亚非常离奇的案件。1935年4月25日，库克海滩边上，一家人头涌动的海洋馆内，许多大人陪着小孩目不转睛地观赏着一条鲨鱼。就在几天前，这家即将倒闭的海洋馆的老板灵光一现，专门到海上抓了条鲨鱼回来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消息一出后，海洋馆的门票被立即销售一空。许多家长纷纷带着孩子来看鲨鱼。海洋馆老板感慨，能不能入住海景房，就看这条鲨鱼能吸引多少孩子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恰恰是这条鲨鱼牵扯出一桩轰动澳大利亚的罪案，时至今日还经常被人提起。在介绍这条鲨鱼的故事前，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当地的一家夜总会。在一个上座包厢里，一个名叫史密斯的男子坐下后，用熟练的姿势点燃口中香烟。在一杯酒下肚后，跟身旁的布雷迪说叫他们出去。可布雷迪眼角射来一个轻蔑的眼神，一边调戏身边2个身材高挑的女陪侍，一边说道：“兄弟，又怎么了？你这一本正经的苦瓜脸，妹子可是不喜欢的哟。”可还没等到这个柚子说完，史密斯就拎起桌上酒瓶，并啪的一声碎裂，左手直接揪起布雷迪衣领，说：“你这家伙又在装疯卖傻吗？昨天的贷款居然会有假支票，现在都敢在我头上撒尿了。”旁边的姑娘被吓得尖叫不断，马上溜出了包厢。原来就在昨天，史密斯的老板霍姆斯在整理支票时，发现有一张假支票，而这张假支票恰好是史密斯卖货收来的款项。霍姆斯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豪，凭借殷实的家境和自己的狠心，他在不到几年时间里就坐上当地黑道头把交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经常支持当地公共基础建设，屡屡因此登上新闻，这让警局对他是又爱又恨。霍姆斯看着手中这张假支票，这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3次了。在前2次，他都想把门外的史密斯叫进来，但2次刚走到门口，又默默回到座位上，把假支票放到抽屉。可这一次，他把手下史密斯叫了进来，步入正题之前，对他嘘寒问暖，问他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。这些问题换作是普通人之间聊家常还好，但如果放到黑社会老大和手下的对话中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看到自己的得力干将似乎毫不知情，老板霍姆斯把3张假支票放到桌上，然后对史密斯说了一句：“我相信你。”经过史密斯这么一回忆，装疯卖傻的布雷迪才假装缓过神来。他求史密斯放过他一马，并说自己之所以用假支票欺骗史密斯，是因为自己前几天手气不好，在赌场输了点钱，等过几天把货转卖出去后，一定把钱补上。听到这些话，史密斯才离开了包厢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
接下来他的命运被紧紧联系一条鲨鱼上。几天之后，史密斯的妻子发现丈夫一直没有回家，着急的她致电丈夫朋友，可都没有任何消息。她甚至想到去警局报警，但考虑到丈夫一直在替霍姆斯干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便很快放弃了报警的想法。可丈夫这次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按照丈夫习惯，虽然以前会几天联系不上丈夫，但只要超过1个星期，丈夫肯定会用各种方式给自己留下口信。可这次整整过去18天都没有丈夫任何音讯，直到4月25日，当地一家海洋馆一条鲨鱼才改变局面。4月25日当天的库吉海滩甚是热闹，当地一家海洋馆老板也看准当天是澳新军团纪念日，将当天定为自己海洋馆装修后重新开放的日子。海洋馆门外的海豹的鲨鱼深深吸引了路过的孩子，他们揪着自己父母衣服，渴望到里面看大鲨鱼，所以从检票处到外面一直排着长队。海洋馆老板看着窗外的长队，开始估算门票收入，1个人头就是1张钞票。老板心里是越算越开心，毕竟一条4米长的鲨鱼就能招来几十米长的购票队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成也鲨鱼，败也鲨鱼。下午4点半时，游客发现这条鲨鱼突然开始抽搐，并吐出奇怪的东西。最开始是些小鱼，里面还有一只乌龟，可没多久，鲨鱼居然吐出一个人类手臂，在呕吐物中还隐约有人类的手指。这恐怖的一幕吓坏了在场游客。顺着楼下的尖叫声，海洋馆老板循声下来，他有点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，但工作人员用水冲开呕吐物后，发现那的确是人的手臂。警方来到现场后，迅速封锁了现场。海洋馆前一刻人挤人的场景，到了下一刻就变成人瞪人。警员瞪着海洋馆老板，询问鲨鱼从何而来。老板一脸无奈，表示1周之前本想从海里抓条小鲸鱼慢慢养着，没想到却上来一条虎鲨。当时并没发现什么异常，更不知道这家伙肚子里面有条人的手臂。看着老板比窦娥还冤的表情，警方认为他应该没撒谎，毕竟老板还指望着靠他赚钱。法医检测后认定这条手臂是成年男子手臂，上面有2个拳击手站着对打的文字，手腕上还绑着一根尼龙绳。但真正引起法医注意的是，这条手臂断裂处的伤口非常平滑，一点都不像是被鲨鱼咬断的情形，反而像是用利器切断，这说明其中可能涉及刑事案件。进一步解剖，法医发现这条手臂来源于虎鲨体内的一条小鲨鱼，所幸在小鲨鱼残骸的保护作用下，这条断臂保存完好，减小了警方破案难度。由于小鲨鱼经常在接近沙滩的海域出没，所以警方认为有人在杀害断臂主人后将其抛尸海边，然后被小鲨鱼误食。他们立即向公众征集线索破案。2天之后，一个叫做爱德华的年轻男子匆匆忙忙来到警局。他说断臂的主人是他哥哥詹姆斯·史密斯，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摔破酒瓶的那个史密斯。根据爱德华的口供，45岁受害者史密斯此前是拳击手，参加过非常多比赛，出于热爱便在手臂上纹上了双人拳击的图案。如果不是这个图案，他根本不敢相信哥哥会遭遇如此不测。接着澳大利亚警方通过指纹确认了2人的确为兄弟关系。警方继续向爱德华追问他哥哥是否曾与别人结仇。爱德华透露自己哥哥起初开了个小酒吧，但由于经营不善，很快就倒闭了。他本想开个武术馆，但奈何本钱不够，于是外出打工。在打工途中结识了一帮江湖朋友，在朋友影响下开始为当地黑社会老大霍姆斯卖命。从最初的门庭小将到后来的得力助手，霍姆斯将越来越多的核心事务交给他打理，包括和下线交易违禁药物等等。可在失踪前1个星期，自己和嫂嫂都发现他心事重重，但碍于他工作特殊，就没过多追问。直到他失联20多天，家人才觉得事情不对劲。弟弟爱德华觉得自己哥哥的死肯定和老大霍姆斯有关，有可能是因为哥哥掌握他老大太多的秘密，导致被灭口，而且应该存在第3人陷害哥哥史密斯。可这个人会是谁呢？或者说史密斯的死是否真的和他老大有关？为此警方兵分2路，其1调查与史密斯生前发生最后交集的人，其2排查史密斯的人际关系网，寻找潜在的作案动机。调查过程中，一个叫做帕特里特·布雷迪的男人引起警方注意，也就是我们前文说到的在酒吧和史密斯吵架的布雷迪。曾加入澳大利亚军队，退役后成为诈骗犯，经常因为伪造钞票和票据被警方请吃饭。他是当晚最后一个见到史密斯的人。更巧的是，
他和史密斯以及史密斯的老大霍姆斯关系非同一般。霍姆斯是当地有名的走私犯和黑道老大，布雷迪则经常帮霍姆斯造假骗取保险费，时不时还帮霍姆斯介绍买家。史密斯是霍姆斯的得力助手，客户没了可以另找，但如果家中兄弟反水，那可是要坏掉一锅粥的。所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，最容易出现裂痕的无疑是黑老大霍姆斯和老二史密斯。走访调查中，有人证实史密斯曾和老板在办公室爆发争吵，争吵过后，史密斯联系了布雷迪，也就是开始两个在酒吧相见的情形。几天后，史密斯又前往布雷迪一个租来的小别墅与其相见，可从那时起，史密斯便如同人间蒸发般不见了。警方找到这个别墅，进去调查时，发现屋内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任何犯罪痕迹，唯独有个房间里的床单等家具被置换一新，这让警方闻到一股浓烈的阴谋味。走访调查中，一位当天搭载布雷迪的出租车司机透露，当时布雷迪上车后就传来一个血腥味。他本想询问顾客是否需要帮助，但紧张的布雷迪直接拒绝了司机，只让他开往麦克马洪角湾警街3号，也就是黑老大霍姆斯的豪宅。如果出租车司机所言属实，那很可能是布雷迪杀害了史密斯，并且可能是史密斯老板霍姆斯授意下进行的。警方立即将布雷迪带回警局审问。就在审问布雷迪时，警方意外发现史密斯居然是警方买通的线人，甚至早在几年前他就为警方效力，曾帮助警方搜集黑社会头目艾迪·韦曼的罪证。如此说来，史密斯应该不只是警方的线人，更可能是卧底警察，这更坚定警方要找出凶手的决心。而布雷迪很可能就是凶手，但要成功起诉他，就得找到史密斯的尸体。找到尸体前，警方无法判定史密斯已经遇害，也就无法起诉布雷迪。正如我们之前节目中，日本警方找不到空姐露西的尸体，也就无法直接起诉支援成案。可警方联合海军搜查数天，也没能在海边找到史密斯，无奈之下只好等待奇迹的发生。但奇迹没出现，反转却出现了。在布雷迪被捕4天后的5月20日，悉尼海警发现有个血迹斑斑的男子开着快艇四处乱闯，他正是史密斯的老板霍姆斯。霍姆斯对此的解释是，前一晚他本想自杀，但由于当时喝醉酒，整个人模糊不清，所以子弹打偏了，然后在海边昏迷被警方发现。听到这样的解释，警方非常好奇，一个经常在生死边缘徘徊的黑老大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产生自杀的冲动？更奇怪的是，到了警局后，霍姆斯改变以前不认识布雷迪的口供，他承认那晚自己在家中和布雷迪见面，布雷迪一进客厅就把史密斯的另外一只断臂扔到台面，称自己已经永远搞定了史密斯，向他索要500英镑跑腿费，并要求霍姆斯分他一份加工厂的份额，不然就把史密斯掌握的犯罪证据交给警方，到时堂堂一个黑道老大可就得像过街老鼠那样东躲西藏。无奈之下，霍姆斯给了布雷迪500英镑。看着桌上的血迹斑斑的断臂，瘆得慌的霍姆斯立即驱车前往马鲁布拉，在月黑风高时悄悄将手臂扔进大海，所以就有了上文海洋馆的故事。最终霍姆斯答应警方出庭作证，指认布雷迪杀人事实。可没等到出庭指证布雷迪，霍姆斯就在出庭当天的凌晨被人连射3枪，尸体藏在一个废弃码头。警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几天之后，由于证据不足，布雷迪被法庭宣判无罪。直到1965年因病去世的30年时间里，布雷迪始终坚持自己没有杀害史密斯。一个即将倒闭的海洋馆老板刚好从海边捕到鲨鱼，而这条鲨鱼里面刚好有一条小鲨鱼，小鲨鱼里面又刚好有一条人类的断臂，又刚好在鲨鱼展览时被观众发现。这几个概率连起来几乎是个小到不可能的事情，但它却真的发生了。这也是为何该案会成为澳大利亚传遍世界的一桩悬案。那这起案件最有可能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结合现有的资料，小袁我来说下个人的想法。首先，案件存在几个疑点。第一个疑点，正如我前面所说，作为一个堂堂黑老大，霍姆斯被海警发现当天真的是打算自杀吗？就算他是被布雷迪威胁，就算交出自己的所有家产，也不至于自杀。另一方面，根据后来霍姆斯妻子的口供，在出庭作证当天半夜，霍姆斯曾告诉妻子说要出门见一个重要的人，也就是在那时霍姆斯被人枪杀身亡。那这个霍姆斯相见的人会是谁呢？小袁认为他很可能是受布雷迪指使灭掉霍姆斯。第二个疑点，别墅内的床单到底是谁更换的？谁在掩盖房间内发生的事情？基于有限的卷宗资料，小袁我做了2种案情推演。第一种可能，
也许是黑老大霍姆斯发现了史密斯的卧底身份，想借助布雷迪之手铲除史密斯，并且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份甜头。但布雷迪动手时无意发现了霍姆斯的犯罪证据，他觉得用这些罪证威胁霍姆斯可以得到更大的甜头，所以就反过来威胁他。为了自保，霍姆斯决定出庭指证布雷迪杀人事实，双方焦灼不下，因为各自都有对对方的把柄。在出庭作证的前一晚，监狱中的布雷迪授意别人和霍姆斯谈判，但最终谈判破裂，导致霍姆斯被灭口。这样一来，布雷迪就能无罪释放，这也是案件最终的结局。第二种可能依然是黑老大霍姆斯发现了史密斯身份，并让自己手下除掉了史密斯，事后直接嫁祸给布雷迪。因为霍姆斯认为这两人可能合伙欺骗自己，所以想来个一石二鸟，同时除掉两人。布雷迪发现霍姆斯阴谋后，在海边与其发生交火，这就能解释为何霍姆斯会血迹斑斑出现在海边，并且对警方撒谎自己想自杀，甚至还想帮助警方指证布雷迪。当然，以上两种假设完全忽略了海洋馆老板以及霍姆斯竞争的对手的存在。国外论坛上也有网友讨论了海洋馆老板的嫌疑，毕竟发生这样的事实实在太巧了。不知大家认为案件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？欢迎在评论下方分享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说起日本东京，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四季都很热的地方，尤其是新宿歌舞伎町和涩谷这一带。但实际上，东京还有更热的风花雪月之地，例如六本木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红黄交错的霓虹灯定会准时亮起，大都市的繁忙和紧迫到了这里就突然被阻断。推开酒吧、KTV、桑拿店大门，你会感觉似乎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抹着浓厚妆容、身穿紧身短裙的女陪侍随处可见，对男顾客搔首弄姿，欲拒欢迎。其中还不乏许多身高高挑、皮肤白赭的欧美女性，她们来到这里不为牛郎，只为大洋。如此酒醉金迷的风月之地，当然少不了职员程二这个常客，一个48岁的富二代。他刚进门就被眼尖的夜店妈咪揽到上座，顺手一个响指，呼来3、4个高级女陪侍。程二君，不知您今天打算玩什么？放下手中酒杯，职员程二瞥了瞥眼前的女人，然后说：“日本妹弹力不够呀，老子今天要洋妞，洋酒配洋妞才带劲。”职员一边用抱怨的语气说着，一边将一沓厚厚的万元日钞甩向妈咪。妈咪马上就懂了职员程二的意思，3步做2步，把吧台的一个英国女人拉了过来。她就是露西·布莱克曼，金黄柔软的长发搭配凹凸的身材，让职员惊艳到酒意全无。她开始用蹩脚的英语搭话，这让露西笑个不停，职员也随声附笑。但当拿起酒杯吞酒的那瞬间，职员嘴角一扬，暗暗冷笑，今晚的素材又有了。虽然两人在语言沟通方面不是很顺畅，但在风俗店这些都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对于职员来说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和猥琐欲望，一晚上为心仪的目标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都是小菜一碟。而对于刚入行不久的露西来说，她则非常需要傍上像职员这样的大款，只要坐在他身旁不断取悦他，就能在一晚上赚到以前1个月的空姐工资。再想想凑够钱和闺蜜环游亚洲的那一天，让身旁这几个亚洲矮子揉几下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到了后半夜，忙里偷闲的夜店妈咪来到上座包厢，正准备询问职员感觉如何时，却发现两人都不见踪影，然后喃喃说道：“职员这家伙昨天刚和两人吃完夜宵，今天又出去吃夜宵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。”到了凌晨1点，路易斯的朋友发现闺蜜露西还没回到公寓，于是致电露西，本想发几句牢骚，却发现一直没人接听。搞什么？第一次干活就玩得这么嗨吗？这家伙以前当空姐时都一本正经，对于主动搭讪的男乘客一脸不屑，今天怎么性情大变了？次日早上7点，路易斯走进露西房间，发现闺蜜整夜未归，电话依然没人接听，这时他才开始着急起来，向当地警察署报警，希望警方能帮忙找人。但按照日本规定，得在72小时之后才能正式立案调查。在2天后的7月3日中午，一个陌生男子致电路易斯，对方声称自己是露西的朋友高木晃，现在正和露西参加教会的洗礼活动，过程得持续1个多月。洗礼活动结束后，露西自然会联系他。
反应迅速的路易斯立即要求男子把电话交给露西，却被直接挂断电话。路易斯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以她对闺蜜的了解，露西不可能一声不吭就玩消失，更别提去参加所谓的教会洗礼活动。露西的家人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，无奈之下将事情告知了 BBC、泰晤士报、卫报等知名媒体。很快，英国著名航空公司前任空姐在日本风俗店离奇失踪的新闻传遍英国，就连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可日本东京这边的警方却总是慢半拍，因为他们之前也调查过很多类似的案件，大部分案件到最后往往是陪酒女和当地富豪私奔，或者悄悄到外地旅游。从7月1日当晚露西失踪到7月21日，整整大半个月，东京警察署的调查工作都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。直到22日，这件事惊动两国元首。当天，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前往日本参加 G8 峰会。会议间隙，布莱尔向日本时任首相森喜朗提及了该案，表示希望日方能尽快找到在本国失踪的英国公民露西。听到这件事，森喜朗迟钝了几秒，然后向英国承诺会督促警视厅展开调查。至此，该案才被插到东京警察署紧急案件。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就失踪了呢？时隔22天都没有当事人消息，这说明露西很可能被囚禁或者已经遇害。警方兵分两路，其一调查当晚与露西发生最后交集的人员，其二调查露西信用卡消费记录等痕迹信息。但即使如此，警方还是没能找到露西。看到日本警方调查毫无进展，露西远在英国的家人也赶到东京，公开悬赏1万英镑奖励提供有效信息的人。几天后，这个酬劳翻了10倍，消息一出，马上累坏了东京警察署，举报电话响个不停。举报内容是各种脑洞大开，例如露西被贩卖到出售人体器官的组织，或者被山口组囚禁到地下室充当泄欲工具等等，但就是没有实质性的线索。走访调查中，警方觉得一个叫做支原成二的男子嫌疑巨大，因为当晚他和露西出去吃夜宵后，酒吧里的人就再也没见过露西。更重要的是，支原本身就有案底，曾有性骚扰的前科。案发2个月后的9月20日，东京警察署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公布案件最新调查进展，包括锁定犯罪嫌疑人支原成二，但支原否认了一切，并将一切事务交给律师处理，自己则躲在神奈川县的豪宅内闭门不出。由于缺乏充足证据，东京警方在传讯支援后就将其释放。直到次月的3号，警察署收到一份击打信件，写信人自称是露西本人。他说自己已经离开日本，叫大家不用担心，还希望警方用信中附带的1万美元为其还清债务。法医发现信件上面根本没有露西的指纹，而且就算信件真的是出自露西，那他为何要用击打的方式写信呢？就在警方对信件进行溯源调查时，他们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。报警人是个在支援所在公寓的管理员，他说在7月5日当天，他按例挨家挨户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，但准备检查支援的住所时遭到他的拒绝。支援还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了他一顿，这让自己十分恼火。当晚在门岗值班时，他恰巧看到支援带着把铁锹，这半夜3更的时间带着把铁锹鬼鬼祟祟出门实在可疑，所以10月9日日本警方搜查了支援住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这家伙房间和电脑里堆满了大量成人录像，数量多达4-5千部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其中有400多部是支援本色出演，其中大部分是昏迷女子，丝毫没有抵抗力。警方认为支援故意迷奸女性，可支援却拒绝承认，还说自己只是想成为成人电影的演员，录像带中的本色出演只是训练而已，而且训练前已经获得对方的同意。听到这样的狡辩，警方是被气得一肚子火，恨不得马上扒了他的皮，然后将其放进锅里油炸。经过加班加点的审查，换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员，警方终于排查完支援家中4000多部影像，并辨认出150名受害者。事实上，被支援蹂躏的受害者远不止这个数字，因为大部分视频在拍摄时光线昏暗，加上镜头一直在抖动，给警方辨认工作造成极大阻碍。在150名受害者中，民警偶然发现了卡瑞塔。在8年前，卡瑞塔在东京离奇失踪。4天后，他的裸体出现在神奈川县一家医院门口，死因是吸入过多麻醉剂氯仿。当时调查该案的警方就认为他很可能遭到迷奸，奈何一直查不到凶手。视频里的他拖着毫无力气的双手，不停拍打骑在自己身上的支援。果然，在支援家中，警方搜查出大量氯仿、吗啡等麻醉药物。
一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家中出现这些东西，这说明志源大概率手脚肯定不干净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还发现志源名下还有另外几套公寓，在公寓里，法医发现了残存的血液痕迹，血型刚好与失踪的露西相符，但由于清洁剂的作用，警方无法进行 DNA 鉴定，所以即使到了这里，警方掌握的都是志源犯罪的间接证据。十几天后，东京警方接到一名加拿大女性报警，对方称志源在自己酒里下了迷药，自己醒来时发现正在志源车上，正朝着海岸行驶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从魔爪中逃脱。警方以猥亵未遂的罪名再次逮捕志源。几天后，志源再次被释放。通过这位受害者的证词，警方推断志源在海边很可能有埋尸的秘密据点。到了12月中旬，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强奸罪起诉志源。出庭的证人有3个欧美女子，2个日本女子，5人作证自己均被志源迷奸。可庭审中，志源的辩护律师说，检方出示的全部都是间接证据，如果他们真的发现自己遭遇迷奸，为何不在当时立即报警呢？而且也没有第3人能证明这5位证人的口供，毕竟作为富二代的志源在风俗店是很受欢迎的。面对卡瑞塔被性侵的录像带证据，志源的律师更是给出狡猾的辩解。他说，视频中的卡瑞塔的轻柔反抗是男女之事中欲拒还迎的表现，没人能证实当时躺在床上的卡瑞塔被麻醉，完全有可能是喝醉酒，所以检方的控告是无效的。话音刚落，场下一片哗然，受害人家属被气得咬牙切齿。就这样，控辩双方焦灼不下，一直到第2年的2月9日，一个神秘匿名电话打破局面。这个匿名报警者向警方举报了一个地点，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市海边的一个洞穴，声称只要警方搜查这个洞穴就能中头奖。半信半疑的警方搜查时，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洞穴，洞口围着一个铁栅栏，颇有此地无银300两的意味。进入洞穴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浴缸，浴缸里的被肢解的女尸正是失踪已久的露西，里面甚至还曾被水泥封过。结合志源在露西失踪次日曾购买大量水泥和干冰的事实，警方怀疑志源是在毁尸灭迹，这更加坚定了他们认为凶手是志源的想法。5年后的2006年8月，法庭传召志源受审，但志源却脱光衣服躲在看守所，还向露西父亲迪姆支付150万美元道歉费。迪姆收下这笔钱后，将其用于研发女性报警器。迪姆这个操作也引起热议，许多人质问他难道自己女儿就只值150万美元吗？但也有人赞同他的做法，将这笔钱用于研发维护女性安全的产品是无可厚非的做法。罪魁祸首是杀害露西的志源成二，最终志源成二被判终生监禁。那为何志源成二会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呢？这得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。志源成二原本出生于日本大阪，原名金圣中，父母均是韩国移民。起初父亲只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为了生计加入黑社会。2战后用手中的存款购买了一大片待开发的地皮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志源父亲手中的地皮越发值钱，一家人因此过上富豪生活。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志源父亲在他17岁那年被人报复，抛尸维多利亚港，因此年纪轻轻的志源就获得1亿美元的遗产。继承遗产后，志源和韩国亲戚断了来往，还专门整容并加入日本国籍，改名为志源成二。从1973年起过着皇帝般的生活，一有空就往东京高级陪侍俱乐部里钻。志源非常享受陪酒女对他的阿谀奉承，尤其喜欢身材高挑、皮肤白芷的欧美女人。他曾经跟朋友说，要让欧美女人臣服在他的金枪之下。这也是为何曾担任空姐的露西会成为志源的目标。但这种酒醉金迷的生活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志源利用手中剩余的存款购买了东京周边大量的闲置土地，最高时这些土地总价值狂涨到4亿美元，比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翻了4倍。可1986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，东京房价和地价一泻千里，没及时出手的志源遭受致命一击，背上将近1亿美元债务。巨大压力之下，志源开始出现极端癖好，他开始酒驾、偷拍、猥亵女人，经常诱骗陪酒女到自己豪宅进行迷奸。没错，就像那个叫李什么瑞的富二代。志源成二案件传开后，日本论坛上有网友指出，案件存在一个可疑的地方，那个举报海边藏尸洞穴的人到底是谁？他又是怎么知道志源在那里藏尸？又为何过了那么久才向警方举报？有没有可能是志源迷奸了露西，却是这个人杀害了露西？就有点像欧美那桩著名的审判者案件，凶手跟踪诸如志源的这群人，为他们的罪行加料，不但能满足自己的兽欲，又能拉一群人当自己替死鬼。
又或者这个匿名举报信，他只是一个刚好经过的路人？这些问题时至今日都没有答案，但起码警方成功将支援关进了大牢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